在重庆跨年旅行会有什么样的奇遇？在湖广会馆，我发现古老与现代对于重庆从来都是并存的城市底色。邂逅一场仿佛从电影中穿越而来的雪，这一刻许下的新年愿望，一整年也不会忘。在山城巷漫步于蜿蜒步道，我也记不清总共走了多少个转弯，就像过去的2024我走过的那些弯路，但柳暗花明，百转千回，下一个转角一定会拨云见日。累了不妨歇一歇，品一杯爸爸茶，抚慰在山城中穿梭的辛苦。新的一年要向乐天爽朗的山城人民，劳逸结合才是生活真味。非遗市集上，这座城市流淌千百年的文化魅力沉淀为一朵花、一顶帽、一杯茶。愿新的一年也能发现新的精彩。2025的新年钟声很快就要敲响，在重庆和千千万万个心愿一起步入新的一年。2024乘风去，2025好运来。1块钱在城市里能买到什么？意外的，我在武汉街头捕捉到一间孤独的书报亭，它没有任何装修，没有会发光的招牌，在繁华的大街上有一点格格不入。老板老李给我介绍着书包的价格，我发现在武汉繁忙热闹的老城区里，老李竟然用一整间铺面卖书包，我不由得好奇，这生意难道很挣钱？见我好奇，老李居然坦荡地把商业机密全塞我手里，一天能挣10多块，上个月挣了370。他本身他这间房子可以走出去的，卖包的收益高多了。这年头还有人跟钱过不去，老李却很潇洒。现在就是卖情怀。可是什么是情怀呢？我当过飞行，飞了5-6年吧，每天单练的，从公园走几圈，然后来买个包子回去看一看，这一天就打发完了。你那个遇到的话是从产前工作开始是养成的习惯了，这个改不了，每年非要吃饭一样的。我惊奇地发现，在老李的报亭与杂货铺里有一整套罕见的循环。老李不计收入地维持着报亭，街坊们给力地支持着老李的杂货铺，老李杂货铺赚到的钱又反哺着报亭。哪怕这条路上有很多家大大小小的超市、小卖部，街坊们都愿意骑着车、开着车来老李这儿买点东西。老李口中说的情怀，并不高深缥缈，而是简简单单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这个温情的大循环中，人人都在付出，人人都在受益。老李也在一直观察着街坊们的需要。如今手机在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高，他特意把华为服务团队请来，街坊们拿着手机来做免费的清洁保养、贴膜清灰。家长们关心孩子们的用眼健康，来这学习怎样调护眼模式。手机和报纸在老李这儿并不对立，而是携手站在了温情的大循环里。在日新月异的今天，他们让不管走得快的人还是走得慢的人都有一份寄托。我在老李这儿花掉了1块钱，这1块钱好像让今天的夕阳也更暖了一些。今天我开车经过了日喀则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2个乡，也经历了因车牛粪而热泪盈眶的瞬间。今天是日喀则6.8级地震发生的第3天，西藏冬季里原本清冷安静的公路变得繁忙拥挤，一辆辆满载着物资的车呼啸而过，将原本萧条单调的天际线填充得饱满而热烈。现在我在日喀则的一个高速服务区，这个服务区里面现在停满了各种这种装这个救援物资的车，有很多这个泡面啊等一些食物，也有一些防寒应急的一些毯子啊、帐篷之类的东西。这个车上面好像是一车牛粪，这个是牛粪吗？对。哦，是从哪里过去的？你们是？那去。哦，你们是自己组织的吗？还是说是政府组织的？自己。看到这些车上满满的物资，心里有一种很酸涩、很感动的感觉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真的是能感受到一砖一瓦、一针一线都是非常的珍贵。它在此刻，你根本是不能用那个经济价值去衡量它的。现在我们在这个高速上看到一列非常非常壮观的车队，是每一辆车上面都是满载的柴火，后面就是这次地震的震中错果乡。现在看到路边80%的房子都有倒塌，还有开裂的这种现象。眼前景象让每一个目睹的人都无比沉重痛心。3天之前，这些倒塌损坏严重的房屋还是温馨温暖的家，如今已成废墟。现在我来到的是长所乡，这个乡受灾是我们看到最严重的。这里是长所乡下属的一个村，这个村里的房子啊，我看到的几乎是
损毁比例是几乎是100%。这村子里现在人都已经彻底出去了，我们就在村口，看上去这个村子里面现在是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些就是好像是现在是没有人管的一些牛在村子里面游荡。我随意走进了一处安置点，看见村子里中断的生活在安置点里继续着。这些全部都是你们村的。对，现在有没有吃的东西？有，国家都发了，运来了很多吃那个嘛泡面。有一天那种青海的人嘛，给我们那种饺子呀，牦牛肉的那种饺子。对，吃得饱吗？吃得饱。吃得饱。那地震那天你们害不害怕？害怕，连睡觉都睡不着。你们家里有没有人受伤？没有吧？没有。放寒假了是吧？对，我们的作业都落在这里。作业都拿不出来了是吧？对，写完的作业都是我在废了。看看你们住在哪里？一个是放东西的，一个是人住的。家有2个，前面还有。这些都从家里搬来的是吗？对，是国家里面发的。对，炉子都是发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在煮午饭嘛。有那个牛肚、肠之类的。对，烧的牛粪是吧？对，这都是牛粪。我们进来看看会不会冷？晚上会不会冷啊？不冷的。晚上有没有什么就是烤火的东西啊？木材那些。木材，这个帐篷还是非常厚的，双层的帐篷，然后里面也有电。这些床都是从家里搬来的哈。这是国家发的。垫子这些床被子都是国家发的，真是发的。泡面不同的，什么康师傅的刀削面啊、白象，各种味道的面，还有东北大米，还有糌粑、牛奶、饮料，还是非常充足。牛奶健康，都合理的牛奶，平分的，每家都会有这么多的物资。地震的第1天就有帐篷了，是不是？还是第2天？对，第二天中午就有帐篷。高兴开心。国家动的这个消防员和警察来的时候，我们怕了，特别怕。对，他们来的时候不怕了。我们吃得饱，不会饿着和忍着。我们就是希望那些学生都是平安无事。因为我就是考那个大学嘛，上了大学以后，变成那种躺着那样赚钱。躺着赚钱是哪种？不知道，就是老板吗？老板那种。然后以后想上大学当老板是吗？对。现在这边中午啊，又在发新的物资，品种也非常多。这看到他们又在分肉，这一批是猪肉。一家人，每一堆都是一家人，有羊肉、风干羊肉和猪肉都是配好。我正准备离开时，遇到一位老奶奶，她突然牵起我的手，朝一处帐篷走去。老奶奶不会说普通话，我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。我想她也许是遇到了困难，就只是跟着她走。没想到来到一处帐篷前，老奶奶一通比划，我才知道她竟然是这个意思。她拉着我们进来，给我把那个水壶拿出来，问我们有没有热水喝啊。其实我们身上都是带着水的，但他们在这种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体贴我们，我就觉得这个心情是特别的复杂。老奶奶家在背后，损毁非常严重，想必还要经历很漫长的时间才能重建家园。明明自己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，而她却在见到我时，坚持要拿出这个淋湿的家里为数不多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来招待我。这一刻，我的眼角有些不争气的湿润了。在村子外面一块空地上，我看到这边堆着很多的有木柴、有牛粪，还有煤炭，这些都是捐过来的。这些物资其实对于藏区来说，受灾地区来说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些燃料，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。我想起看到的几条视频，网友记录下全村一起捡牛粪、捡柴火，收集起来支援灾区。我想起了路上看到的那2车牛粪，受灾的人用这些牛粪、柴火烧水、做饭、取暖，开始新生活，同时也用一壶热水慷慨回馈他们认为有需要的人，团结互助，从而更团结。这并不单单是写在墙上的标语，而是我感受到的真实发生着的人间温情。一路的所见呢，让我自己非常的感慨，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救援力量，国家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强大，而且效率非常快。他们所需要的大大小小的东西，已经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都在响应，而且到位了。而且能想象得到，这里是海拔4000多米的西藏，能有这样的速度解决这么多的物资，我觉得是内心是非常受到触动，非常感动的。